各位好，我是秋秋废人，感谢大家捧场来看我的视频。今天咱们要看的是《进击的巨人》最终季的第一部分，或者叫最终季的前篇。《进击的巨人》的最终季呢，被分为了前篇和后篇两个部分。我大概看了一下，前篇的内容大概是1个小时不到，所以呢，就是如果说按20分钟一集这个正常的这个流程来看的话，差不多前篇是3集左右的这个体量吧。在我前几个视频当中呢，有一些朋友就是特别好心的，就是留言提醒我说，在看最终季的时候不要去找这个分集版本的，一定要看这个合集合在一起的这前篇后篇。我自己在找资源的时候也确实找到了这个所谓的分级版本，然后呢，多谢诸位的提醒，然后我看到这些资源之后呢，也是直接就把它们忽略掉了。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提醒我说，看最终季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备好药。这个我是明白的，因为巨人的结局了嘛，到最后的这个高潮了，这个最终季肯定不一般，肯定有要用药的时候。我呢也是怎么说，听人劝，吃饱饭吧，所以这个药已经备好了，大家不用担心。说说这个剧情吧，其实剧情到现在呢已经非常简单了。故事的矛盾呢现在是有且只有一个，就是主角团的这几个人到底能不能最后成功的阻止艾伦，阻止地鸣。基于这个矛盾呢，我觉得咱们也可以就是适当的对于巨人最后的结局做一个预测和猜想。其实说实话，就是自从进入第4季以来吧，就是我对于巨人这个剧情预测上面其实就猜的就很少了。这个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个整个巨人这个故事的这个结构的安排。因为前3季的内容可能大家都会去对于这个剧情会有很多的预测，就是因为前3季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一个在不停的探寻真相的过程，包括故事当中的主角，包括这个观众对于这个整个世界的真相，对于整个事件的这个情况都处于一个未知的状态。整个的剧集当中呢，也埋藏了大量的伏笔，然后也设置了大量的悬念。而到了第4季呢，就变成了一个揭秘的过程，或者说是回收伏笔的过程。前3季当中的各种伏笔，然后对于这个世界的真相，对于之前所发生的事情的一些秘密也都一一的展开。这当然是一个正常的逻辑了。所以说在看第4季剧情的时候，你就很少有需要你去猜测，需要你去就是预测的东西了。但是呢，咱们毕竟已经看到了结尾了，对于结局做一个预测也是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嘛。其实呢，与其说是预测吧，我其实更多的我在做这个功课的时候，我更多的相当于是把我认为有可能会发生的结局全部列举了出来。就是先用所谓的列举法、枚举法，就是把我认为所有有可能发生的结局全都列举了出来，然后再用这个排除法排除那些完全不可能的或者就是可能性很低的结局。最后咱们再得出一个就是最有可能的结局来。首先呢，就是基于现在的这个主要矛盾，就是主角团能不能阻止地鸣这个矛盾，我觉得引申出来的结局无非就是2种。第一种呢，就是能阻止地鸣，第二种就是不能阻止地鸣。咱们先从第二种开始说啊。不能阻止地鸣的情况，其实我也认为有2种情况，但是呢，我把这2种情况放在一起说，我通通都把它们称作是叫做是最黑暗结局。其中呢，不能阻止地鸣的第一种情况就是主角团和艾伦干架，然后为了阻止艾伦，但是主角团全部牺牲了，就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吧，就是被艾伦都干掉了，然后呢，地鸣没有被阻止。然后这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主角团没有牺牲，但是同时呢，他们也没能成功的阻止艾伦。最后的结局呢，就是除了帕拉迪岛上的艾尔迪亚人，那全世界其他的人类，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全部都毁于一旦。这2种结局发生的可能性，我认为几乎为0。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从这个故事叙事的角度上来看呢，如果说地鸣没有被这个主角团阻止的话，那就是从第4季后半部分，就是地鸣开始之后，
主角团所做的一切的努力，包括主角团现在要去做的一切的这个行为，全部都相当于是付之东流，竹篮打水一场空。从这个故事叙事的角度上来看，它就不太能够说得通。那主角团现在所做的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呢？到底是干什么呢？为什么还把他们定义为所谓的主角团呢？然后从这个利益的角度上来看呢，如果说地名没有被阻止，最后的结局必然是全世界的文明毁于一旦，全世界的人类被屠杀殆尽。这就相当于是这么一场史诗级的灾难浩劫，这么一场毫无人性的大屠杀，最后成功了。我觉得这会让人非常非常的难以接受。所以说呢，不管从哪一个角度上来看，地名最终没有被阻止的这个结局呢，都不太符合逻辑，所以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了。除非作者在这个写这个结局的时候脑子坏了，就是或者是故意的想摆烂。但是我为什么要把它说出来呢？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咱们用的是这个列举法嘛，就是要把所有一切我认为有可能发生的结局全都列举出来。虽然说它发生的概率很小，但是呢，它也在列举法之中，只不过呢，一列举出来，咱们就可以把它直接排除掉了。与之相对的另外一种结局呢，就是地名被阻止了，然后咱们就重点说说这个地名被阻止的，我认为有可能发生的这个3种情况。第一种可能呢，我觉得就是地名最后成功被阻止了，但是 Alan 被干掉了，然后主角团的其他人也都活了下来。简单来说吧，就是怎么说，就是 Alan 没能善终，但是主角团的这些人全部善终了，然后地名被阻止了。我把这种结局呢称为是最合理结局。阻止地名现在来说最可能的办法其实就是杀掉艾伦，而且在最后的1-2集当中，阿尼其实反复提到了，就是能不能杀掉艾伦，就这个话绝对不是随口一说的，我觉得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小伏笔，它在后面一定会显示出它的作用来。而且呢，说实话，艾伦到目前为止吧，他的表现可以说是一个罪人，就是他身上的罪孽确实非常非常的重了。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艾伦现在所做的一切已经是不可挽回了。他杀了太多的人了，而且在他所杀的这些人当中，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无辜的平民，这些人都是没罪的，他只不过变成了艾伦为了实现自己目的的陪葬品。艾伦的这个行为呢，我觉得就很难让他能够最后得到一个善终的结果。所以我认为的最合理结局就是主角团最后成功阻止了艾伦，然后是通过把艾伦杀掉的方式。这其中当然会经历很多很多的这个艰难险阻了，这个咱们就不提了。但是呢，这个结局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只是杀掉艾伦的话，那其实就这个世界所存在的仇恨的链条，就是这个更高深一层的这个问题，这更本质的问题，实际上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然后呢，我觉得地名被阻止这个结局的第二种可能，其实和第一种可能是相对应的，就是艾伦也得到了善终，主角团的人也得到了善终。这个结局呢，我把它称之为是最圆满结局。首先，我做出这个就是关于这个结局的预测的原因，就是因为艾伦再怎么说，他是这部动画就整个这个故事里唯一的主角。他是真正的主角，他是有真正的主角光环的。所以说呢，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就是说艾伦最后其实也没死，但是地名也被阻止了？那我想来想去，就是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效果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把始祖尤米尔拿出来了，让他充当一个工具人，让他充当一个最终的反派。因为在第4季当中，虽然有关于始祖尤米尔的介绍，但是这个介绍没有特别的多。而且要知道啊，艾伦现在所发动的这个地名，他所利用的这个巨人之力，他是在借助始祖尤米尔的力量，这并不是艾伦自己本身的力量，他只不过是借始祖尤米尔去发动的地名。所以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转折，最后把艾伦和始祖尤米尔
分割开来，他们站成了对立面，然后最终呢，大家想办法一起干掉了始祖尤米尔，不仅成功的阻止了地名，也成功的解救了 Allen。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我认为比较符合逻辑的，然后也是比较有可能发生的结局。当然了，这个结局其实和我刚才所说的就是第一种结局，它都有一个就是没能解决的问题，就是它其实没有办法去真正去解决这个本质的核心的问题，就是所谓这个仇恨的链条。由此呢，我就想到了这个第三种可能，地名被阻止的第三种可能的结局呢，我认为是这种结局的这个重点其实就不在于 Allen 的死活了，我认为最后的重点就在于地名成功被阻止，并且仇恨的链条自此消失。那如何才能达到这种结局呢？最平和的，或者说是最能被人接受的方式，我觉得有且只有一种，就是通过某种方法让全世界所有的人，不仅仅是艾尔迪亚人这一个民族，就是所有的人，只要你是个人，把他们的记忆全部消除。做个简单的类比就是相当于龙珠这个布欧篇的时候，最后布欧的这个结局不就是这个向神龙许愿，然后让全世界所有的人消除了对于布欧的记忆，这样的话布欧不就是大家在看到布欧的时候就不会害怕他了吗？就有点类似于这种形式。但是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这个我是没有办法想通的，因为现在没有任何相关的信息能够就支持这种逻辑，能够支持我的这个想法。但是我就是觉得，如果说真的想要就是解决这个最本质的问题的话，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我呢个人也把这种结局呢称为是最成功结局吧。基本上我对于结局的预测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些，我还是非常非常希望我说的这些全都是不对的，因为我的想象力和我的创造力毕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真的就是巨人从始至终到现在为止真的从来都没让我失望过。我相信呢，这个最终季包括这个结局肯定也是如此。就是这么一部堪称伟大的作品，已经到了现在这个时刻了。说实话，我真的是就是无比的期待了。行吧，那咱们就废话不多说吧，直接开始这个最终季的前篇，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开始了，这是第一季第1集的内容，这是最开始的内容。我已经有非常不好的预感了。艾伦为什么在哭？这是第一季第1章地名，会不会是什么轮回？这是那个第4季最后一集里出现的那个小偷。我记得他不是偷了利维的钱然后跑了吗？因为地名来了。会不会有片头曲啊？好吧，没有。这是 Allen 的声音。故事线又回到了他们去马来的这个地方。这是 Allen， 这应该是在说 Allen 的这个内心的挣扎，他的这个他是如何的做出最后的这个决定的。エルディア人が完全に死滅すれば、巨人の問題がなくなるのも事実だ。この光景。这些心理活动其实就是在说 ，Allen 其实有认真思考过。他们打的还是这个孩子，这个小偷。いずれこの少年も殺すくせに、暴力の限りを尽くす俺が正義を気取っていいわけないだろう。在不停的想办法给自己的。他还是把他救下来了。我刚才还想说呢。艾伦又想起了莱娜。这个
地名的超大巨人的这个脸都这么的狰狞，这个时候跑肯定是没有用了。你跑得再快，你能快得过这个地名吗？艾伦说：“真的好失望，我觉得应该是绝望吧。就是其实现在我还是有一点没有闹明白的，就是艾伦他是怎么说服自己的？哦，尤米尔，他为什么能看到尤米尔？人就像蚂蚁一样。哎，我小的时候还特别喜欢踩蚂蚁，我现在想起来我就觉得后背一直冒冷汗就。这是监狱吗？”哎，这是艾伦的，那是艾伦的爷爷吗？是吉克的爷爷，是艾伦的爸爸叫什么来着？叫他的爸爸，是地狱末日，这就是啊！这是艾伦的全貌。所以艾伦还有腿啊？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了？这个视角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视角是在说艾伦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吗？而且艾伦站在什么地方啊？这是艾伦的幻象。哦，阿尼竟然还有期待的事情。这话就说明埃尔敏有戏呀！哎呀，脸红什么？精神焕发。阿敏，我理解你，我也喜欢阿尼。是啊，然后你俩就在这儿谈恋爱，没关系，接着谈，接着谈。哎，不要说这些正经的，继续谈恋爱。我喜欢看你俩谈恋爱。不要这样。确实，这是事实。我同意阿尔敏说的。主角团的这些人，什么科尼让、阿尔敏、三笠，就更别提什么阿尼莱娜了，全都背负了很重的罪孽。这是艾伦吗？艾伦为什么看起来没有一丝生气？就是这个和，如果说这是现实情况的艾伦，那这个和艾伦幻象当中就小时候的那个开心的样子，真的是一天一地呀！这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对比。哦，他们已经到了。装備の確認をして。まだ新型の立体起動装置に慣れてないでしょ。ライナーとその辺りを飛んで慣らしてきて。生まれた時からずっと。哎，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感觉的对不对？我怎么觉得这个最终季的就是这个人物的绘画，三笠啊、阿尼啊都比以前好了很多哎，就是他们都漂亮了。可以理解。阿尼不仅丧失了战斗的欲望，其实他更是丧失了希望。哦，三笠看出来了。这话听着有点耳熟啊。
这不是莱娜跟艾伦说的话吗？哦，他们之间其实都能互相理解。他们所有人之间，我敢保证，全部都心有灵犀。我操，这叫什么？这叫该死的羁绊吗？哇，吉克在当初制定这个计划的时候，真的是缜密啊，应该是想到了一切可能的会发生的情况。其实关于伊蕾娜为什么，对，她为什么现在这么老实，她为什么把这些情报都说出来了，这个我其实也不是特别理解啊。韩吉说的没错，虽然韩吉的这种自责是怎么说，有些过度了，但是这是事实。不管是嘎比还是法尔科，也绝不可能置身事外在这件事上。哎，皮克怎么说？皮克到现在为止，他战斗的意义其实真的就如他所说，也更多的是为了履行自己作为一个战士的职责。皮克也是好样的。no， 平常就剩2个指头了。我天，皮克这话说出来，所有的事情都逃不过皮克的眼睛。他太犀利了。莱娜这是鼓足了多少的勇气啊！猜。哦，哦，哦，世纪大和解，你们很快会再见的。阿尼不可能走，阿尼一定会回来的。ハンジさん、あなたの言う通り、マガト元帥は私たちに最後の指令を残したんでしょう。力を合わせてなすべきことをなせ。这就是皮克的动力。みんな見てるかな。今の私たちを死んだ仲間に誇れるかな。哼。やつみてえなこと。じゃねえよ。这是艾尔文的台词，这是艾尔文跟李伟说过的台词。啥玩意儿？弗洛克为什么还没死啊？不是吧？完了，全完对不对？是不是全完？哼，这叫什么？事出反常必有妖啊！就是一切太顺利了，肯定有问题。地名来了，艾伦来了，艾伦来了。哦，怎么办？早开始了，早开始了，还有台词啊！我们的恶魔就是艾伦，艾伦是唯一的希望。这回是真死了吧？啊！不，韩吉要干什么？他哦，他要
調査兵団団長に求められるし、みんなを頼んだ。韩吉要去干什么呀？就是韩吉要去干什么？韩吉是全副武装。韩吉能干什么？我不明白。他要去送死？啊？不。看。啊！不是他要干什么？他能干什么？他难道能？他一个人难道能干掉？能干掉所有的这些超大军？哦，雷枪。哦。不是他为什么韩吉离地名这么近，为什么没有化成灰呀？难道不应该是马上就化成灰了吗？哦，不对，他已经开始自燃起来了。这他妈是韩吉阿卡曼吧？这是。啊！自爆了！什么情况？他还活着？这是 L。哦。啊！まったく団長なんかに指名されて大変だったよ。他们全都在。Fuck！ 这是第2章。我操，这是第2章。我就不能看艾尔文，我就不能看艾尔文，我看不了艾尔文一眼，真的，我看不了艾尔文一眼。我韩吉最后的死，我觉得我有点懵啊，说实话，我其实有点想不明白。啊，还想谈？我不明白怎么谈啊！现在，吉克，我怀疑现在很有可能也是被控制的状态。其实相比于阻止地名、阻止艾伦，兵长更在乎的是干掉吉克。这不就是莱娜吗？啊！可你是最后一个明白的。有道理，问得好。他们又被艾伦叫过来了。所以说艾伦是不可阻挡的。哦，三笠说的是想和你一起承担这个罪孽，这完完全全是站在三笠的立场上能说出的台词。
運に任せて放棄することもない。没有用，根本。俺は進み続ける。这其实 Armin 问的这句话，实际上是我最想，是我最好奇的。哦，他们又跑回来了，他们兜了个圈子。艾伦的意思就是说，我也不干涉你，你也不能干涉我。塔塔开。艾伦现在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对，说白了就是你甭想跟我谈。艾伦说的已经非常明白了。对，现在谈完了，打呀，只有打了。哦。確か女型の巨人は他の巨人の一部を取り入れることでその能力が発現するんでしたよね。まあ何？やっぱりだ。じゃあもしかしたらなんとかなるかも。いやでもまさか本当。うるさいガキでも石炭でも運んでな。他们两个在说什么啊？ジークさんの脊髄液で巨人になりました。所以獣の巨人の特徴が発現してるみたいなんです。そう。野兽与野兽巨人的特征，野兽巨人什么特征啊？所以法尔科会飞，法尔科会飞，和野兽巨人有什么关系？这个人类最后的堡垒，说实话有点寒酸了。你看，就这么零零星星的这3门炮，然后就这几艘飞艇，连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排上一排都不能怎么样哦。相比这几艘飞艇能造成的威力，他的这个反思我觉得更有价值。哦，说的真好，说得好，说得好。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往往就是在生命的尽头才能够悟出这些东西。艾伦抬头了，艾伦刚才抬头了。哦，有极客在，这些就全都不成问题。2下，2下，极客2下就把他们全都干掉了，所以他们就抵抗了2下。他们没在帕拉迪岛上，他们过来救你们了。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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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姑娘看见什么了？她看见什么了？她就指。哦，李伟干他！哦，这能躲开？可以可以。上。极客身上连着的那些线是什么？哦，兵长半残废状态。来呢！来那飘哦，皮克哦，皮克背的是什么？背的是炸药吗？
せてくれ。君のどこが自由なのかってそこから引きずり出した後。没了，没了，这有1小时？我怎么觉得才过了10分钟、15分钟？这个前篇的这1个小时，真的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因为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精彩。我觉得没有任何，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槽点。但是因为这个 reaction 肯定时间已经很长了，所以最后的这个 review 我就简短截说吧，我尽量压缩一下这个时间。整个这个前篇我看下来呢，实际上它是可以比较清晰的分成几个部分的。其中第一个部分就是描述了这个地名来临的时候的景象，就是那一幅世界末日犹如地狱一般的景象。但是呢，他在这个描述当中呢，穿插了一些 Alan 的回忆，穿插了一些 Alan 的闪回。Alan 的这些个闪回呢，实际上更多的就是在讲 Alan 他的当时他做出这个决定之前的一些心理活动。这其中呢，有 Alan 的犹豫，有 Alan 的挣扎，有 Alan 的无奈，有 Alan 的不甘。然后 Alan 就是他紧紧的怎么说？他紧紧着扶着那个孩子的肩膀，然后他流下了那么多的眼泪。其实这些闪回呢，我觉得没有，就是怎么说，没有侧重于，在解释 Alan 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更多的是在向观众去展现，就是 Alan 实际上他也是非常非常难受的，他也是非常非常怎么说无奈的，他去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是我觉得 Alan 的这个无奈，或者说 Alan 的这个难受呢，其实从我的角度上来看，冲击力没有这么大，因为 Alan 所要做出的这个决定必定还是太过于极端了，而 Alan 所能给出的理由呢，和这个极端的决定所造成的后果相比，还是有一些怎么说，还是有一些有限了，就是这个理由还是有一些就是他能解释的东西，或者说他能让人理解的部分，还是太过于局限了。所以 Alan 的这个痛苦，单纯的 Alan 的这个痛苦所能带给我的冲击没有这么大。然后第二部分呢，我觉得基本上总结一下就是憨吉的牺牲吧。憨吉的牺牲这个剧情逻辑也非常的简单啊，就是地名来了，弗洛克没死，然后呢打破了油箱，憨吉为了争取这个飞机，就修理飞机和飞船起飞的这个时间，而最后选择了牺牲。这毫无疑问是整个前篇当中的就是第一个高潮了。这个高潮更多的就是去渲染憨吉最后赴死，选择了自我牺牲的这么一种悲壮。但是关于这个剧情呢，其实我还是有一点，我觉得吧，处理的稍微有一点，我怎么去形容呢？我觉得这个处理的稍微有些草率了。我觉得憨吉的退场和马加特队长还有这个夏迪斯教官，他们两个人的退场都有一个共同的小瑕疵吧，就是我觉得都是有一些草率了。就是说他们可以退场，我可以接受他们牺牲，但是这个退场的方式，他们所牺牲，就是他们牺牲所带来的东西，我觉得怎么说呢，在我这儿吧，没有能够解释的特别好，就是这个剧情的流畅性啊、连贯性啊，包括这个逻辑性啊，稍差一些。憨吉最后的那个表现当然是无可挑剔了，就是非常英勇了。他一个人是干掉了多少超大巨人啊？然后他确实成功拖住了时间，他确实拯救了主角团的所有人，他确实就是为了阻止地名而就是献出了自己全部的力量，献出了自己的最后一份力。但是我总有一种感觉，就是他大可不必这样，他完全会有更好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剧情如果编排的再好一些，能让憨吉以一个更好的方式去退场呢？当然了，憨吉牺牲的这整段剧情对我触动最大的其实是 Levi 的表现和最后 Erwin 的出现。这个说实话怎么说呢，多多少少也能够从侧面来印证憨吉退场本身这个事情，就是给我的冲击力没有这么大吧。然后下一个部分呢，我觉得算是 Alan 和就是
主角团这些人对话这个部分，这个部分也很简单了，就是艾伦非常直白的说明了，没有任何谈的可能，没有任何谈的必要了，就是相当于是切断了和谈或者说是和平解决的这条路。但是呢，艾伦虽然说已经成为了类似于神一样的存在，他可以控制所有的艾尔迪亚人，所有的巨人之力，他却依然保留了这些主角团的巨人之力，也没有去试图去控制他们的行为，控制他们的思想。莱娜对于这个行为其实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我觉得这个解释大差不差吧，就是艾伦其实也是在想办法，就是艾伦是不是真的就是想这些人去阻止艾伦呢？这样的话，地名如果最终能被阻止，那这些人也将成为怎么说，就是拯救世界的英雄。起码他们肯定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局了，他们应该能善终。前篇的最后一部分，我觉得就可以把它归纳为是真正的阻止地名的开始，因为主角团的这些人真正找到了艾伦，跑到了艾伦的身上，就是那个东西的身上，就是骨架上嘛。在这段剧情当中，也是贡献了整个前篇当中的我觉得第二个高潮，就是莱娜变身阻止兽之巨人的那个场景，我觉得这真的是太帅了，我真的是难掩激动之情啊，情不自禁啊。莱娜的这个表现，就我觉得当之无愧的，就是称为就是怎么说先锋。论勇敢，论冲锋，我觉得莱娜真的是那种舍我其谁的气势。先不管他能不能打赢啊，就是他的这个气势，他的这个霸气，真的是忍不住给他鼓掌。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阿尔敏的那句台词就是说，当我把你从这中间拽出来的时候，我再问问你，这是不是你想要的自由？怎么说呢？从这句话当中，我还是隐隐约约觉得阿尔敏还是没有放弃和艾伦谈的这个想法。这也可以理解吧，所有人可能都会放弃艾伦，但是最不可能放弃艾伦的就是阿尔敏和三笠这两个人。只不过呢，就是我觉得谈已经真的没有任何必要了，也没有任何可能性了。如果说谈话聊天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所有的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我不知道阿尔敏智慧的头脑能不能意识到这一点。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如果不能抱着就是去杀死艾伦的决心去和艾伦战斗的话，那必然不可能获胜。行吧，我相当于是快速的总结了一下这个前篇，就是刚刚看完这个前篇之后，我能够想到的这些情节，想到的这些点，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个前篇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想，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评论里尽情的留言，我也非常非常期待看到大家的高见啊。好吧，那关于这一集呢，我想说的基本上就是这些。最后呢，还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点赞、关注和评论。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